怎么了？你知道他是谁吗？我知道啊，莎莎嘛。那你知道他跟任小年什么关系吗？怎么了？他来找你干嘛？咨询呗。我是问他来找你，你跟罗宾说了吗？还没有，他叫我先别跟别人说。他叫你别跟别人说，他大摇大摆来咱们律所找你。他本来呢是想约我在外边见面，说要请我吃饭，可是我没有时间。你也知道的，现在何塞老师让高峰管着我们但凡不在律所就要跟他汇报，去干什么啦，去哪儿啊，恨不得连上厕所的时间长一点都要跟他讲。我是提醒你，鉴于任小年跟他关系特殊，鉴于任小年跟咱们律所关系特殊，你最好不要沾。明白了。嗨，我来了。他是不是不让你管我的事儿啊？你怎么哭了？啊？你是律师，你告诉我该怎么办？这个分手它是属于私事儿，不归律师管。如果你们有什么共同财产需要分割什么的，那还归律师管一管。我就是有啊。你这个事儿吧，我最多也就只能给你提提意见，因为我只是罗宾的助理，我不能够自己单独接案子的。其实我在找你之前，我已经找过他了，可他立马就拒绝我了，肯定是怕得罪任小年。不可能，罗宾他绝对不是这种人。如果他拒绝你，一定有他拒绝的道理。是这样的，任小年呢，他之前是我们律所的客户，虽然他后面换了律所，已经不是我们的客户了，但是严格意义上讲，如果你要跟任小年打官司，我们是不能够接受你的委托的。那为什么呀？因为利益冲突。可任小年都不是你们的客户了，这有什么利益冲突啊？按照律师职业利益冲突审查制度，在担任常年或者专项法律顾问期间，或者合同终止1年之内，在诉讼或者仲裁案件为法律顾问的单位或者个人的对立方接受。我一句都没听懂，你说慢一点，我真的听不懂。我说简单一点好吗？就是我们曾经是任小年的法律顾问，现在虽然他换了律所，但是在1年之内，我们是不能够接受他对立方的委托的。如果说你要和任小年打官司，那么你就是任小年的对立方。可是现在马上满1年了，马上满1年，他也没满1年呀，对吗？差1天都不行。要不这样吧，你要是太为难的话，你介绍你的同学或者朋友给我也行，只要是你信得过的，我求求你了。黛西，我求求你了。不好意思，我先接个电话啊。喂，佳颖姐。黛西呀，我接到法院寄给我的起诉书了，他们告了我，他们真的告了我，你说我可怎么办呢？您别着急，我现在马上过来找您一趟，您等我啊。好，拜拜。这样吧，我介绍一个我的前同事给你。好，你信得过就行。严格来说，青春损失费属于民间说法，当事人关于青春损失费的主张，也是很难得到法律的支持的。那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是说我跟任小年白白在一起这么多年，他送给我的房子，现在分手了，我还得还给他，这不是鼓励男人不负责任吗？如果你和男人谈恋爱，法律支持在分手以后，男人给你一套房子作为补偿，这不是变相支持男人包养女人，对吧？沙女士，你先别生气，我刚才可能措辞有点问题，我马上给您出律师函，您先坐。我刚才呢是在给你沙盘推演一下，那这样，就按照你说的，房子是他给予你的赠与。你不是说没有法律依据吗？有，
行，那我们先不提青春损失费，房子是他给予你的赠与，赠与呢是不能随便撤销的。早这样说不就行了？那您看，咱们那个代理协议，你先写出来给我看看，我如果觉得行，咱们就签。好嘞。给你的独家配方。有事儿找我？你忙吗？还好，你说。那我就长话短说了。我是我姐的助理，但是她手头上没有什么案件。你要是有其他的小案子呢，自己忙不过来的，你可以给我来做。可以啊。那个裘皮大衣丢失的快递案，是不是快开庭了？你对那个案件感兴趣？好啊，你去找戴希说。好的。佳颖姐，您现在有空吗？我想过来找您一趟，有些情况需要了解一下。嗨，还没下班呢。我要去见一个当事人。很讨厌的当事人。你怎么知道的？都在你脸上写着呢。亲爱的，罗宾让我告诉你一下，那个快递丢失案交给我做。罗老师，我觉得您这样做特别的不对。你怎么可以把我前期已经几乎快做完的案子，你就这么移交给兰兰了？是，我是你的助理，这一点错都没有。但你不能不尊重我的劳动成果吧？你这样子的话说的轻一点，你这是没有顾及我的感受；你说的重一点，你就是根本就不尊重我的劳动成果。哎呀，对不起。说完了。那我来总结一下。你冲进我的办公室，先是质问我为什么把这个快递丢失案交给兰兰，然后强调这个案子是你的，我没有经过你的同意给了兰兰，就是对你的不尊重，对吧？好，那我们现在来明确一下。首先，这个案子是我的，不是你的，因为你不具备独立办案的资格。其次，我们现在律所有非常多的案子，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精力，尤其是林佳映的案子。按照我的原则，我是不会接的。但是按照你的原则，我接了，本着对客户负责任的态度。既然接了，就要全力以赴。所以说，放手一两个前期准备工作做完的案子给需要案源的同事，这有什么错呢？再说了，你没有经过我的同意，擅自做主接待了与本所存在利益冲突的案子，这怎么算呢？我已经跟莎莎说了，我们不能接受她的委托。然后呢？我事先并不知道她找我过来什么事儿，她在电话里也没有告诉我，所以我还以为是跟她个人或者是她亲戚朋友出了什么事儿。我真的不知道这个事儿跟任小年有关系。那在你知道了跟任小年有关系之后，你做了什么呢？我就让她去找别的律师了。没有给她推荐别的律师吗？他求我。我问你的问题的重点是你有没有给他推荐别的律师，而不是他有没有求你。范小天，真是有爱的行为。小金刚刚接到法庭的电话，通知他下礼拜开庭。你跟小金商量一下，就说我给他推荐一个全球排名前10法学院毕业的律师。你不亲自出庭吗？你现在就去跟兰兰交接一下。去啊！
好。怎么回事啊？我忽然有点崇拜何塞，因为他的助理从来不敢跟他对抗。他是怎么做到的呢？你也经常会说何塞，如果他找的人连他都不敢对抗，那怎么期望这个人去和邪恶对抗？没错，我还记得何塞非常生气，说我羞辱了他。因为你把他和邪恶相提并论。有的时候正义也会和邪恶相提并论，比如，正义终将战胜邪恶。